一场未遂的兵变让瓦格纳失去了所有，但也让俄罗斯私人武装再度变得百花齐放。近期，在扎波罗热前线，俄方突然冒出来了一支名为“沙皇之狼”的私人武装组织。该组织由俄罗斯前副总理罗戈金领导，是他首次承认了该组织的存在，并强调称这是比瓦格纳更为忠诚的组织。瓦格纳失势，沙皇之狼崛起，俄乌战场局势变得愈发扑朔迷离。本期我们就来看看科技流的沙皇之狼是如何玩转俄乌高科技现代战争的。早在俄乌战争爆发之际，罗戈金就跑到了乌东地区，为当地亲俄民兵和武装组织筹措资金和装备。他通过自己的声望和权势，为当地亲俄民兵带去了大量的无人机装备，使当地亲俄民兵的战斗力大增。同样，他也收获了不小的声望和影响力。而在罗戈金年轻的时候，曾受到过黄俄思想的熏陶，他曾在90年代接触过一个名为沙皇之狼的组织，并对其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情感。因此，当这一组织后来销声匿迹后，又恰逢罗戈金在2022年7月份被俄政府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的位置上解聘之后，一直没有被任命担任新职务的他，萌生了复辟沙皇之狼的想法。最终于2022年11月11日成功复辟，成为该组织的新领导人。这也是沙皇之狼首次暴露在大众视野。那沙皇之狼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按照罗戈金的描述，沙皇之狼与瓦格纳虽都是私人武装，但沙皇之狼并不是纯粹的武装作战力量组织，而是一个军事技术组织，专门为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部队提供技术援助，走的技术流的路子。其组织内部目前主要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由4个作战营组成，目前已经被编入了扎波罗热方向第58集团军，正在前线作战。第二部分为沙皇之狼无人机作战训练中心，专门负责培训无人机操作人员，平时也会参与一些打辅助、维持治安、训练民兵的活动，来帮助俄正规军。第3部分为沙皇之狼军事技术中心，分别设立于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负责组织军工企业研究、改进、升级武器装备等，并为顿巴斯地区的民兵部队和志愿军提供无人机。此外，他们还建立了专门与政府武器装备厂商沟通的部门，负责沙皇之狼的武器装备采购和新武器的开发试验。这也是他们与其他私人武装不同的地方。那他们是如何利用技术玩转高科技现代战场的呢？沙皇之狼大部分由经验丰富的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组成，负责为俄军提供技术支援。该组织复辟之初，他们便协同顿涅茨克第1军的士兵在顿巴斯前线测试相应的战术装备，并利用高科技手段对抗乌军的作战系统。之后，在11月中旬，罗戈金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沙皇之狼已经在顿涅茨克前线成功测试了一款供迫击炮使用的智能观瞄系统，只需要输入相应数据，就可以在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单兵终端进行火力解算，从而提高迫击炮的打击精准度和速度。紧接着，今年1月27日，沙皇之狼在前线又测试了一款新型反无人机系统，也就是马克机器人的变体，据称可以有效干扰乌军使用的多型号旋翼无人机和小型固定翼侦察无人机。测试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甚至马克机器人还能配备爆炸性有效载荷来摧毁西方提供的坦克。但要说沙皇之狼最出圈的行动，那绝对是上个月在库班前线回收的一枚几乎完好无损的暴风影巡航导弹。7月6日，罗戈金向俄新社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哥萨克巴尔斯第11志愿分队与沙皇之狼特种部队在接触线上回收了一枚近乎完好的暴风影巡航导弹，并已将其运回莫斯科进行研究。据推测，该导弹将被首先送往俄罗斯国防部第46中央研究所进行弹体扫描及尝试修复，并研究导弹的反射特性，有助于俄军后续更有效探测和击落暴风影和斯卡普导弹。
在战斗方面，沙皇之狼的作战能力比不上纯粹的瓦格纳，更多的时候是跟在大部队后面舔包，以至于曾被普里戈金嘲讽为伪装的硬汉。但要是因此看低了沙皇之狼，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沙皇之狼也有自己的战斗部队，如俄军志愿营 BA2S3 营，就是沙皇之狼突击旅的一个分队。至于沙皇之狼雇佣兵集群是否有更多的作战部队存在，目前还不清楚。当然，沙皇之狼志愿突击队的作战方式逃不过一个狗字，其口号也是谁走到最后谁就是赢家，给出的理由也十分充分。现代战争早就不是拼刺刀的时代，比的是单兵作战素质和高科技手段的发挥。在人员和数量方面，据其官方平台信息称，沙皇之狼的突击队长期招募21岁至65岁的志愿者，合同为期6个月，工资为每月20.5万卢布，并提供健康和人寿保险。招聘信息中还写道，沙皇之狼与俄国防部签订了合约，因此在合约结束时，志愿兵可获得战斗老兵的身份，并获得相应的福利待遇，这待遇和瓦格纳一般无二。但沙皇之狼会不会成为布瓦格纳的后尘，现在真的不好说。毕竟在瓦格纳事件后，俄罗斯加强了对私人武装组织的管控，沙皇之狼即便想叛变也不容易。在沙皇之狼组织内部，有大量的人员来自于受到黄俄思想影响的群体，这些人可能是此前已经退役了的苏联、俄罗斯老兵，也有一些走投无路的人，甚至还有部分人就来自于瓦格纳。瓦格纳出走白俄后，有些人不打算离开，于是就索性加入沙皇之狼，继续在俄罗斯国内活动。总之，沙皇之狼和瓦格纳不仅有大量的人员是重叠的，而且在集团思想、武器装备两者都非常接近。因此，想要沙皇之狼取代瓦格纳是有机会的，但也仅仅只是有机会。因为比起佣兵数万人的瓦格纳，沙皇之狼的人数要少得多。即使考虑到他同时拥有技术支援部队和战斗部队，这部队的总人数可能也不会超过2000人，独自守不住瓦格纳遗留下的战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沙皇之狼只能跟在大部队后面舔包的原因之一。随着瓦格纳的失势，沙皇之狼的崛起，俄罗斯的雇佣兵不仅没有从乌克兰前线逐渐消亡，反而规模愈加庞大，影响力也愈加提高。如今在俄罗斯国内活动的私人武装远不止刚才提到的这2个，据称目前在乌克兰作战的雇佣兵或志愿兵组织已经高达上百支，如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雇佣兵部队、基于克里米亚志愿兵、东欧甚至乌克兰志愿兵组成的苏多普拉托夫营，以及在库班南部作战的陶里达营，还不包括没有曝光的组织。可这些私人武装团体在俄罗斯本质上应该是不允许存在的，为什么他们还能崛起，速度还这么快？俄罗斯这些私人武装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甚至能买到除了轻武器之外的重型火炮、武装直升机、坦克，主要是因为这些团体背后有大人物和官方背景。普里戈金的情况我们都非常清楚，其早年虽然只是一个圣彼得堡的街头混混，但他命好呀，在被苏联政府关进监狱后，机缘巧合地认识了圣彼得堡寡头中的不少实权人物，继而接触到了当时同样活跃于圣彼得堡的普京和他的导师索布恰克。在之后的岁月里，普里戈金凭借帮普京办事，慢慢从混混帮崛起成为了私人武装，以至于后来很多中非、中东的石油矿产生意都交给了他来打理，突出的就是一个信任。而罗戈金就更不用说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罗戈金外出访问时被禁止飞越罗马尼亚领空，他当即表示下次要开着图160轰炸机过来，姿态之高调不输现在的梅德韦杰夫。在担任副总理期间，他还多次怼过日本人对北方四岛的领土要求。在担任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时，也曾公开批评过北约组织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拉拢和吸收。在本职工作上，罗戈金人脉甚广，主持了俄罗斯航空生产联合体的 GVP-2020 计划，主持了俄罗斯诸多兵工厂的扩产和技术改进，如 T-72B3 型主战坦克、T-90M 型主战坦克、T-14主战坦克等项目，可见其实力、背景、手段的强硬。
沙皇之狼组织有这样一个高层政治人物为其背书，能够快速崛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可能有人会好奇，俄罗斯怎么这么喜欢用私人武装打仗？其实说白了，俄罗斯这些私人武装能干一些俄政府军不能干的脏活，比如在2008年，北约曾试图拉拢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但结果就是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爆发了俄格战争，这场冲突也随即延缓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步伐。不过，随着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爆发，俄乌双方的矛盾已经再也无法掩盖，最终就酝酿成了如今这场战争。只不过，俄乌战争中，俄罗斯付出的代价有些过于巨大了。普京现在一方面面临着内部各大政治势力和派系之间的内斗，一不小心就有失去平衡的风险；另一方面，俄罗斯还必须对战争的结果负责，对俄军的伤亡负责。对俄罗斯而言，俄乌战争已经是一场根本就输不起的战争。太高的伤亡数字会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动荡，这个时候私人武装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这些武装部队人员成分相当复杂，很多都不需要统计在官方的伤亡数字中，这样可以降低伤亡数字。而且在战斗中，私人武装可以尽情发挥战斗力，甚至不需要考虑很多国际公约的制约。据最新消息显示，8月14日，罗戈金以沙皇之狼负责人的身份前往明斯克与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会面。在会谈中，卢卡申科说：“我们必须携手合作。”罗戈金则表示，白俄罗斯之行将富有成效，特别是他计划会见白俄罗斯工业界的代表，主要是与我们科技中心的工作有关。由此，火力军觉得俄罗斯的这些雇佣兵分队可能都将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就像沙皇之狼一样，尽管武力值较低，但是脑力值过硬，在一线俄军中起到的作用，甚至不亚于一个现地保障专家小组，加上一个集团军级的信号电子对抗营，甚至在将来还可能会分化出专职战地医疗、电子对抗、战场勘察，甚至负责工事构筑的雇佣兵，从侧面提高俄正规军的战斗力。未来，俄正规军和雇佣兵可能就不分彼此了。好了，关于沙皇之狼，大家有什么补充的？你们觉得他能否替代瓦格纳加入乌克兰战场后，会给俄方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